空间隐隐出现了一条裂缝，位面的灵力疯狂地往里挤，可将近一个呼吸间，裂缝便消失殆尽。噗！一名黑衣男子悬浮于空中，周边的空间不断地扭曲着，最终化为无尽的光丝窜进了他的体内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从空中跌落了下来。老二，二弟！阵外等候的众人纷纷上前将他围住，一年轻女子紧紧地搀扶着他的手臂。阿爹，我失败了。魏浩朝着之前的空间裂缝低囔道：“老三，二哥没能带你回来。”魏贤无奈地拍了拍魏浩的肩膀，给魏浩递过一颗丹药，眼神中带了丝惆怅：“二弟，你先服药吧。”“没错，你先吃了再说，那个孩子我去想办法。”魏冕看着神情沮丧的大家说道。魏冕凝重地看向之前空间波动的地方，食指不由自主地拍打着衣襟，不知那个人会不会答应。不好了，老三孩子的玉牌裂开来了。一个两鬓斑白但仍精神抖擞的老奶奶咋咋呼呼的就过来了。原来魏浩算的魏长泽身死，但仍有孩子存活。魏冕便用了一种秘术，将魏长泽命牌上的血气引入一个全新的玉牌，将魏浩算得的孩子生辰八字刻画于玉牌之上，能够简单的判断那孩子生死。魏冕闻言当机立断，安排道：“老太婆，你守着孙儿的命牌。老大，你去阁楼将那柄刀拿来。老二，你待会和我们一起去李凡前辈那。”好。大家都知道事态紧急，待魏冕言罢，纷纷动身。疼，万鬼反噬真的好疼，谁在唤我？魏婴迷迷糊糊间似感应到呼唤，半合着眼只见到那些人利落的将温婆婆他们投入血池，抱歉了温情，我没能照顾好他们。孩子，醒醒！魏婴缓缓睁开了眼，下意识伸手挡了一下刺眼的白光，惨白的唇角显示着主人的虚弱。魏婴僵硬地扯了扯嘴角，又是来杀我的，罢了，随便吧。魏婴极为随心地闭上了眼，等待疼痛的到来。一双苍老的手轻柔地抚摸着自己的脸庞，像什么呢？就像是长辈的疼爱，真可笑。魏无羡，你哪来的长辈？魏冕看着那孩子苍白着一张脸，双眼无神地看着周围，后又闭了眼，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，心止不住地抽抽。魏冕一把将魏婴抱入怀中，本想重重地拍两下，可他的身子骨弱到不能再弱，只能轻轻地拍了两下。魏冕声音带上了几丝颤抖：“孩子，你受苦了。”魏婴发现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，反而背带若珍宝，背部被轻轻地拍打着，生怕将自己弄疼。魏婴微微往后仰头，想仔细看一看抱着自己的人，可来不及看清对方，自己就又被边上的人拥入怀中。魏婴就如同一个精致易碎的瓷娃娃，被他们小心翼翼地对待着。魏婴能感受到他们身上并无恶意，也无力提起精神对抗，只能闷闷说道：“你们是谁？”魏冕对着魏浩倒是半分不留情，重重打了一下：“别把人给闷坏了。”魏浩闻言忙将魏婴从怀里扯出来，忽然见了光明的眼角微微沁了泪。魏冕怜爱地摸了摸魏婴的脑袋，嘴角动了动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这孩子刚来到这空间，心灰意冷的样子，怕是没少被人欺负。在他受伤时，魏家人从来不在他身侧。只能先问问他的名字了。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魏婴自无限。魏婴嘴里说着名字，脑海却不由自主浮现将叔叔取自那一幕，仿佛就在昨日。而自己看着师姐死在了眼前，魏婴眼神迷离地看着自己的白皙的双手，上面怎么还有残留的血迹？魏婴狠狠地搓了搓自己的手，试图将上面的血迹给清理掉，力气大的要将手表层的皮给搓掉。魏浩忙抓住魏婴的双手，不让他伤害自己。魏婴乌黑的眼眸一点点变为赤红，歪着脑袋看向抓自己手的人，周围隐隐凝结一层怨气，冷言道：“放开。”魏浩暗道不好，这是有了心魔。怨气，鬼道，有意思。话音刚落，一名穿着白衫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了几人面前，只见他在魏婴边上似赶灰尘般轻轻挥了挥手，怨气便消失在了空气间。李凡前辈，你们想干嘛？李凡并没有理会他们的话语，奇异地看着能凝聚怨气的少年。李凡上下打量着魏婴，一边嘟囔着奇也怪哉，看得魏冕眉眼直跳。虽然多方看着比自己小，
可年龄实打实的大了好几百岁。若不是有求于他，那打量看的未免想上前打一顿，打不打得过另说。未免咬牙提醒道：“前辈。”魏浩如同母鸡护崽一般牢牢地盯着李凡，生怕他做出对魏婴不利的事情。这小子鬼王倒应会中意，可惜喽，他没来。魏婴看着在场的人面色突变，自己虽受制于人，可那好奇心却也被吊了起来。没有怨气的侵扰，魏婴此时难得甩开了其他负面情绪，直言问道：“敢问几位前辈为何把我带到这？”李凡打断了其他两人想要说话的意图，带着笑意说道：“这不是你家人求我吗？你可是已经死了。”家人听闻这二字的魏婴失了神，囔囔道：“